连雨龙都不敢提的秘密，杨咪咪背后的真相终于被揭开。婚后的她依旧像个孩子，结婚3年，杨咪咪的脾气依旧像少女。她会因为一支口红的颜色不对而皱眉，也会因为一道菜的味道不合心意而沉默不语。雨龙早已习惯，他知道她外表光鲜亮丽，在镜头前自信无比，但在家里却只是个需要拥抱和理解的小女孩。我又不是圣人，他曾嘟嘴说，为什么你就不能有时候也生气一次？雨龙笑了，笑得心酸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真的生气，他会哭。那种哭是带着委屈、恐惧，还有深藏心底的不安。有时候，他像一只不小心被惊到的小猫，一点风声都能让他炸毛，但下一秒又主动靠过来求抱。雨龙每次都妥协，因为他心疼她，那个看似坚强却满身刺痛的女人。那天深夜，雨龙无意间听见她梦话，他低声喊，不要走，求你别走。声音轻到几乎破碎。他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却感到那只手冰冷。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怀疑，他的世界里是否藏着另一个名字，另一个他。第二天早上，他醒来若无其事，笑着去厨房煮粥。阳光落在他的发梢，温柔的不真实。雨龙看着那一幕，心中却有种无法言喻的酸楚。那笑容太完美，完美的像面具。雨龙忽然意识到，也许他从未真正睡过一个安心觉。他在梦里挣扎，在现实里伪装。他的秘密正悄无声息地啃噬着他的灵魂。某个午后，雨龙整理书柜时，发现一个陈旧的相框。相框背后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里是年轻的杨咪咪，笑得比阳光还亮，但她身旁的男人却不是他。那一刻，雨龙的呼吸停滞，他没有撕掉那张照片，也没有质问，他只是静静地把相框放回原处。他知道有些秘密不能问，问了可能就再也回不到从前。夜里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海里那张照片一遍遍闪回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他。原来，婚姻里最深的距离不是冷战，而是沉默。杨咪咪是演员，所有人都看见她的光环，看见她在镜头前的完美笑容。但雨龙知道，拍戏结束后，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化妆镜前，卸妆、沉默、发呆。有一次，他悄悄走进休息室，看到他对着镜子低声说，我演得很好，对吧？我骗过所有人了。那一刻，他才真正明白，他不仅在演戏，他在演人生。有时他笑得越灿烂，就越让人心疼。他的每一滴眼泪都藏在镜头看不见的角落。雨龙忽然觉得，自己爱上的不仅是他的温柔，还有他那份倔强的令人心碎的孤独。他们的故事转折点发生在一个风雨夜。那天，杨咪咪的车出了事故，幸好她只是轻伤，但从那以后，她开始对夜晚有种莫名的恐惧。每到深夜，她总要开着小夜灯，甚至要求雨龙握着她的手才能入睡。她说，我怕那种黑。雨龙不问哪种黑，他只知道他的黑暗远不止外面的夜色。那天之后，他变得敏感，对声音、光线都异常警觉，即便是窗外的风声，也会让他突然惊醒。他抱着他，一遍遍安慰，却也知道，那种恐惧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消失。某天，他突然消失了3天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连经纪人都找不到他。雨龙差点疯了。直到第3天夜里，他拖着疲惫的身影回家。我只是去想一想过去。他淡淡地说，有些事我必须自己去面对。他没说那3天去了哪里，但雨龙在他的包里看到一张墓地的停车票。那一夜，他几乎整夜未眠，心里像被掏空一般。他意识到，他始终有一部分自己不属于现在。他活在过去，也在逃避过去，而他只能在他背影之后默默守护。那天，他偷偷去了那座墓地，墓碑上刻着一个名字，陆晨。他听过这个名字，那是他早年的拍档，一个在拍摄事故中去世的演员，也是他曾经的挚友。
原来他一直背负着这段过往，那次意外不只是他的离开，更是他生命的裂痕。风吹过墓地，冷得刺骨。雨龙静静站着，心中翻腾的不是嫉妒，而是理解。那种痛，外人看不见，却在他心里生根。他不是不快乐，而是不敢快乐。夜里，他终于在他怀里哭了。我不是不想忘记，他哽咽着说，是我不敢。我怕如果我真的忘了他，就像否定了那段我拼命想救人的自己。那一刻，雨龙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抱得更紧。他终于明白，他的秘密不是背叛，而是罪疚；不是藏着别人，而是惩罚自己。他活得太用力，太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可越是这样，越容易把伤口越演越深。雨龙轻轻摸着他的发，低语，你没错，真的没错。他的脾气依旧急躁，会因为小事而发火，会在厨房摔碗。但不同的是，这次他会在事后轻声说，对不起。雨龙笑着摇头，你什么时候学会道歉的？他抿嘴一笑，因为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难受。这句话让他红了眼。那一刻，他忽然觉得，也许这就是婚姻，不是完美的和谐，而是学会在裂缝中重新拥抱。爱，不是让彼此不再犯错，而是有勇气一次次去原谅。有一天，他递给他一封信，这封信是我写给过去的自己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又陷入黑暗，请你读给我听。信里写着，亲爱的咪咪，不要再害怕，你值得被爱，也值得原谅。那场意外不是你的错，你失去的不代表你不能重新拥有。雨龙读完，泪湿了纸。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更勇敢。他终于开始面对那个曾让他崩溃的自己。这封信不只是写给过去的他，也是写给现在的他们。那年颁奖典礼，她终于拿到了最佳女主角。灯光下，她穿着白色礼服，声音颤抖，我想谢谢一个人。他不在镜头里，但他让我活得像个真正的人。所有人以为他在说导演，只有雨龙知道，那句话是对他。那一晚，他走下舞台，紧紧拥抱他。他的眼泪打湿了他的西装，却让他笑得无比轻松。因为那一刻，他知道，他终于放下了过去，也拥抱了自己。他们搬进新家，客厅多了一架钢琴。杨咪咪说，小时候我学过一点，现在想重新开始。他弹得不完美，常常错音，但雨龙最喜欢那种笨拙的旋律，因为那是他努力变好的声音。有一天，他弹完后抬头问，我是不是终于有点像个大人了？他笑着说，你一直都是，只是你自己不信。那天阳光透过窗帘洒在他的指尖上，温柔的像命运的抚摸。他笑着，哭着，那旋律成了他们爱情的注脚。多年后，有记者问他，你这一路有什么遗憾吗？他沉默片刻，说，有，但我学会了不逃避。他再也没提过陆晨，也没再梦到那场事故，因为他终于明白，有些伤口不需要愈合，只要被温柔的拥抱。他的眼神变得坚定，笑容更柔和。那些年藏在黑暗里的痛，终于化成光，照亮他的未来。婚后的第4年，他依旧偶尔发脾气，依旧像孩子。但雨龙再也不怕那份闹，他知道那是他生命力的证明。他的眼泪，他的笑，他的不安，都是他完整的一部分。他终于明白，爱不是驯服，而是理解；不是占有，而是守护。他们牵着手走在街头，阳光斜洒，所有秘密都变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。他们笑着看向远方，仿佛一切悲伤都被时间温柔地化解。那一刻，世界静止，爱被定格成永恒。别忘了关注、评论、分享，让更多人一起感受爱与勇气的力量。每一次留言都是一次新的共鸣，每一次转发都是一次心灵的治愈。谢谢你，让故事有了意义。